根据农委会统计，台湾一年的面粉需求量平均是132万公吨，其中90%是从美国进口小麦，在台湾研磨成面粉。2020年1月到4月的美国小麦进口量，和去年同期相比，减少了2万多公吨。那我举个例子，就算你在田间有很好的农作物的生产，可是因为你人流的管制，所以你没办法收获。那我举个例子，就是美国大概50%的劳工是来自于外籍的，那他这样一管制的时候，他国内的劳工就缺了，所以他整个从产到销的那个链，就因为人流管制而断裂，所以才会造成说，大家各国就开始有一些紧张。It's a really painful thing, and it's more than anything. I think it's painful, but it's frustrating. Which is why I've been on LinkedIn and these platforms like this trying to talk about it, because I think people need to understand not only the ramifications of COVID-19, but the ramifications in general of the decisions that they make and the supply chain, what it takes to get your produce from one side of the country to the other or from one side of the state to the other. 美国的谷物协会已经重新的去宣布说，事实上美国做很多的管制，但是它不管制农产品，会如期的供应到它原来供应的国家，包括台湾，顶多只是说传期可能会延误个1个礼拜、2个礼拜。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燃烧全球，第一季已过，美国疫情尚未趋缓，产地的小麦可能送不到消费市场手中，台湾是否会面临面粉供应不足？他是苗玉秀，被称为台湾面粉之父。在第2次世界大战后，协助政府进口美国小麦，研发加工技术为面食，便将稻米外销赚取外汇，促进国家经济发展。联华制粉是台湾市占最高、生产量最大的面粉厂。新冠肺炎疫情对进口面粉的影响，联华的回复是：目前供货暂无影响，进口小麦有3个月的安全库存量，后续则要看美国是否禁止出口。本来10月份的应该是大概6月才开始订，大概10月的订单，所以我们跟业者已经在谈了，就是他提前下订单。那提前下订单基本上会有一个价格的风险。因为现在价格其实国际的谷物的价格是往下跌的，那你现在订跟下个月订，可能就有那些价差的部分。可是从粮食安全的角度来看的话，你要去满足粮食安全，你必须要有代价。1973年、2007年，台湾都曾遭遇进口粮食危机，当时是因为能源价格上扬，运输成本大增，导致进口粮食价格跟着飙涨。像玉米，它也是可以被作为是一个生质的能源的作物，所以不只是一个食用的一个需求，或者饲料用的一个需求，甚至于连工业用的需求都增加，所以导致呢整个在2008年整个粮价的一个上涨。喜悦面包工作坊是由一群身心受限的伙伴，专注于制作全素谷物面包。他们就是2007年进口粮价飙涨的受害者之一。因为2007年的粮价，国际粮价是飞涨的，真的是。所以要去做啊，要自己想。因为我觉得人都是这样，其实人都是被动的，没有什么先知啊，都是被动。嗨，文燕，刚刚怎么样？还好吧？今天你很开心了哦，看你的样子，你又当男主角了哦，好不好？我们拍电影很开心。所以我们也是在那一年才想到被压迫了嘛，你的生存空间没了嘛，你要找出路啊。对啊，所以才想到说，咱台湾就没啊，所以就从1公顷开始学起。2007年，
石明煌和台中大雅的农友张文言谈定契作1公顷的小麦，提供喜苑面包工作坊所需。经过10多年的努力，目前已和150位左右的农友契作，作物种类越来越多样化，但仍有部分材料需要仰赖进口。90%都是你目前看到的，因为有一部分的材料，比如说像坚果啊、像葵花籽啦、像燕麦啦，都是台湾没有产的。那其他的一些什么薏仁啦、黑豆啦，这些去磨的粉，都是我们自己的。全麦粉也是，小麦面粉也是。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让台湾过度依赖进口粮食的问题再度被掀开。虽然农委会已担保国内稻米存量无虞，但民众对面食的口腹之欲，还有200万名面包产业人员、早餐店从业人员的生计可能失去着落，这些都无法用盛产的稻米来解决。所以我认为这个部分直接马上有粮食危机，确实还有一点距离。但是有一个问题必须去思考，就是人心会纷乱。台湾必须投入一个高的成本去维系这一个社会的安全的建构这个面才对，即使是更高度的成本都要投入。